在原始社会手搓硝酸炸药，提取石油，进化到工业时代，开启大航海。书接上回，地球遭遇神秘绿光，全人类变成石像，被封印3700年。男主石神千空是个天才，成功在1000年后复苏，并研制出解除石化的硝酸混合物，救出了自己的小伙伴。随后经过一系列的混乱斗争，还遇到了当初幸存的宇航员养父隐形人的后代，最终统一人心，决定造船前往地球另一面，寻找当初绿光出现的地点。却在出发后遇到了宇航员后代的分支，并且发现当地的首领手握一枚能将人变成石像的神秘道具，并且全队上下差点当场阵亡。好在仅剩的几人潜伏进入村落，拿到了制作硝酸的铂金，研制出药剂，这样就可以复活全人类了。虽然能够制作硝酸，但是因为没有大量装置，所以想要制作炸弹是不可能的。而且还有其他队友还在村庄内，他们必须要立刻出击，尽可能的用复活液把所有队友一个个复活。但经过检查，他们发现变成石像的同伴被丢进了海里。好在队伍中一名叫龙水的伙伴精通洋流，能够找到被丢下的石头，但他因为穿着华丽，石像被当作首领带走了。宰相还要求其他人把石像给砸碎。本来混入其中的卧底琥珀非常生气，但他接到了千空的消息，直接冲过去将石像砸成碎片。他其实是故意的，因为石像变成碎片后，只要拼凑回原形，再浇上复活液就能复活。琥珀动手能分成整齐的碎片，再通过伪装成老鼠的遥控车送出来，他们就能把龙水拼回来。琥珀非常了解这位同伴，说不定被砸碎后复活，他还会说自己是首个第2次复活的人类。而龙水还真就是这么想的。聪明的龙水立刻明白千空需要的是手艺人老爷子，他猜到千空可能要打空中战，却没想到竟是无人机对决，给龙水都吓了一跳。很快他们就发现那些抢了船的家伙一直严防死守。龙水他们决定潜入水中寻找石化后的队友，但因为缺氧无功而返。于是千空决定制作氧气罐，并毫不犹豫地拆掉了实验室小车。对于一个做过小型火箭的千空而言，焊接一个氧气瓶不要太简单，就是看起来有点粗糙。而且实验小车已经被拆了，不过他们觉得无所谓，反正老爷子复活后会修。氧气瓶虽然制作好了，但是打气就不容易了，毕竟要制作氧气，他们一群人疯狂用力，这才终于制作成功。中途还炸了一个罐子，好在2个已经足够龙水和索伊兹下海了，但是这个氧气罐只能维持10分钟，他们打气可是花了10个小时，而且10分钟内要是搞不定，一切就都完蛋了。好在索伊兹的记性特别好，还记得石像是从哪个位置被丢下来的。龙水在他的提醒之下，果然找到了被冲到暗礁处的全体成员，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而他果然在水中发现了老爷子，但老爷子深陷在泥沙中无法拔出，他们的力气根本就不够。这个时候千空也算到氧气快耗尽了，于是通过队友潜雾幻提醒龙水，龙水立刻发出了求救信号。潜雾幻根本就不需要摩斯密码判断，通过他的行为和方式直接判断出了他需要的东西，当场将复活液绑在绳子上送了下去。而龙水准备复活的是队友大树，单体力量是目前全队最强，他通过氧气将复活液泼洒在大树身上。索伊兹卡在最后一刻送来了大树的手臂，天衣无缝的配合成功唤醒了大树。他只吸了一口氧气，无需任何解释，3个人合力将老爷子的碎片从泥沙中拔了出来，并且卡在时间线前和队友会合。老爷子救回来之后，本来是准备复活的，结果却发现后背出现了一个便便缺陷。西瓜他们都觉得这样复活也太可怜了吧。而此时大树已经抱着其他伙伴的碎片回来了，这家伙压根儿就不需要氧气罐。他们体育生是这样的，猛就一个字。大树准备把所有小伙伴的碎片都薅回来，索伊兹便划船把他送到半路，最后那个碎片也补齐了。千空终于复活了老爷子，在村子里的老人还是第一次体验复活的感觉，他一点都不担心会出事，并一直坚信千空他们一定能用科学的力量救回自己。千空估摸着这次复苏还能把他的关节研制好，并表示了自己要制作无人机的事情。老爷子兴奋的差点爆衣，前无幻吐槽难怪只用裙带菜将就了一下，但看到被拆掉的实验车，老爷子泪流满面。就在他修补实验车的时候，大树他们也开始拼队友了，这才是真正的拼多多呀。而千空准备制作螺旋桨和轴承，这样方便稳定旋转。千空通过车辆搭建的新机器，把铁块倒进机床中，就能获得大小不同的铁球，然后再通过简单的分类筛选出一样大小的铁球。不过老爷子觉得还不够细致，戴上面具就疯狂投入工作中，而大树也把其他队友捞了回来。
来，看见拼齐的队友，水龙非常感慨。所以这个多出来的野人是谁？他还有一只手臂没被找齐。千空估摸着是之前石化的受害者，他们现在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制作复活液复活全员，当务之急是赶紧夺走石化光线的武器，这样他们才可以展开行动。而此时队内的银狼已经被首领通知要去侍寝，苍天可见他一个男扮女装真做不到啊！他本来就胆小，更别说见首领套情报，不可能啊！而此时敌方的主将之一伯劳也一直怀疑琥珀就是混进来的内鬼。银狼想起千空还给了他一个秘密武器，外表长得像菠萝，内里却是专门调制的乙酸乙酯，闻起来像熟透了的菠萝，但普通人吸了容易头晕目眩。银狼觉得这玩意儿可能没什么用，他前往首领的房间，却发现首领似乎口齿不清，而宰相竟然也在房间里，并表示他要亲自教银狼一些登短廊的小技巧，还以为银狼是假小子类型，真是 sorry 啦，他是真小子来的。而此时琥珀已经被揭穿了，他毫不犹豫地拔刀开始跑路，但可惜来的人太多了。看守人员之一准备杀死琥珀，没想到伯劳听后却把那人踹飞了出去。他可不打算杀死琥珀，而他的兴趣爱好就是开后宫。琥珀长得这么漂亮，自然也在他的目标里。外面很快就吵闹起来，宰相听到声音觉得不对劲，银狼趁着这个机会甩出菠萝。宰相吸入气体后只觉得头晕眼花，银狼本来想拔腿就跑，还是忍住恐惧偷看了首领一眼，结果发现首领似乎长得有点像索玉兹。此时月光终于出来了，银狼借着月光发现首领竟然是被石化的状态，但他剩下的半边脸已经完全成了骷髅的状态。宰相发现银狼看见了，决定杀了他灭口。银狼狼狈的躲开，听说宰相之前还杀了不少女生灭口，他立刻跳下首领的房间，在下方看到正在和伯劳战斗的琥珀，立刻发出求救的声音。谁料宰相竟然也追了上来，并且用长指甲直接贯穿银狼腹部。琥珀立刻冲过去接住了银狼，并发现这个伤势太严重，根本救不了。银狼在失去意识前向琥珀传递消息，说首领被石化，并且和索玉兹长得一模一样，怀疑两人很有可能是父子。银狼知道自己伤成这样，估计没救了。作为村子里的守卫，他还是忍着恐惧说出了情报，但他最放不下的还是哥哥金狼。琥珀知道银狼救不了了，但他还有一件事要做。此时莉莉丝赶到琥珀身边，琥珀低声对他说了一句话，随后抱着银狼冲到了首领的屋顶，并张嘴就要说出真相。宰相觉得大事不妙，立刻呵斥众人不要听琥珀的话，并让他们闭上眼睛，不然可能遭到石化。傻了吧唧的本地人相信了，果然掌管石化武器的雨雾立刻行动。银狼也明白琥珀的意思了，故意引诱对方使用石化武器，这样或许银狼还有抢救的机会。而琥珀的视力非常清晰，也趁此机会终于看清了石化武器的真相，根本不是什么诅咒，而是科学。而他留给莉莉丝的话就是让他不要闭眼偷看真相，再把真相传递给千空他们。琥珀和银狼相信他们的伙伴一定会回来。此时千空他们也复活了队内手艺仅次于老爷子的最强后勤小川。小川一醒就给自己搓了衣服，并且立刻接手了拼好队友的任务。随后队友克罗姆复活，第一次体验复活的克罗姆十分兴奋，感慨这就是科学的力量。他和老爷子都是当年宇航员的留下的后代，虽然没有系统的学习科学知识，但是胜在非常聪明，还有千空这个老师，他们三人凑在一块儿就能搓出很多工具。随后雨晶也被复活了，雨晶的耳朵非常好，一醒来就发现有陌生人来了山洞，仔细一看竟然是莉莉丝。莉莉丝把琥珀和银狼的事情说了，队友们纷纷震撼无比，同时也知道了索玉兹可能是首领的族人。千空没有时间伤感，他们要加快速度去救出队友。多亏了莉莉丝过来送情报，他们也明白了敌人的石化武器只有一个。几个聪明的队友立刻反应了过来，唯有不通人性的克罗姆一脸茫然。不过通过潜雾幻的解释，大家才反应过来，宰相在遇到危机关头的时候没有扔出第二个武器补足伤害，就足以证明石化武器只有一个，而投掷的人也有被石化的风险，所以宰相才会把石化武器交给雨雾保管。另外雨晶立刻反应过来，莉莉丝说过武器是抛到了屋顶方向，很有可能故意避开了首领，也就是说雨雾很有可能不知道首领已经被石化了。但谁也没料到伯劳竟然知道这件事，并且他老远就发现莉莉丝逃跑，并趁机跟了过来，就连耳朵灵敏的雨晶都没发现。好在他们这边还有大树能挡住攻击，现场除了大树能扛住伤害，其他人都是战五渣，偏偏大树又不会战斗。雨晶已经在想要如何保住千空的性命了。此时克罗姆立刻反应过来，找东西是非常麻烦的事情，这家伙没有杀死莉莉丝，而是跟踪过来，很有可能一开始就知道他们是潜入者，而明明知道真相，却让银狼混到了首领的房间。也就是说这个情报并没有暴露给宰相，所以伯劳和宰相不是一伙的，甚至还有可能想杀死宰相。众人一对视，负责说服伯劳的任务就落到了潜雾幻身上。于是潜雾幻张口就是你想不想
和我们联合搞定宰相。随后前悟幻假装自己使用妖术，千空在后方配合的放出无人机，告诉伯劳他们可以通过空中作战夺走宰相的石化武器。前悟幻此人最擅长攻心计，把弱点伪装成强牌，并且趁机溜到了伯劳身边，拉近距离，让人产生关系亲近的错觉，同时故意说错对方的优点，引诱伯劳主动反驳，这样才能继续开启话题。龙水欣赏地看了前悟幻一眼，是个人才，他想要。不过伯劳并没有立刻上当，无论是杀死千空他们，还是杀死宰相，对他而言只是一个选择。他也知道宰相石化首领的真相，他非常不爽宰相，想在岛上开后宫。之所以一直没下手，就是因为石化光线，毕竟管理石化武器的雨雾还是蛮强的。也就是说，他贸然攻击宰相，就会被一无所知的雨雾攻击，而一旦他公布真相，就没办法悄悄溜进后宫玩。所以他们处于三足鼎立的位置，看来宰相也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家伙呀。千空表示他们想要的是石化武器，而伯劳觉得那玩意儿碍事，所以前悟幻突然表示他们的条件是对等的，只需要强合作就可以了。他们可以帮伯劳夺取小岛控制权，但是石化武器绝对要交给他们。伯劳却说根本就不对等，毕竟以他的战斗力可以夺取妖术和石化武器，千空他们只能协助他，别无选择，并表示自己会在远处监视，让他们不要动别的心思。前悟幻看似失落的垂头，实际却露出计划通的笑容，这就是他的心灵操控技巧。其三，人被命令的时候会感觉到厌恶，想保留决定权的本能驱使自己做出拒绝的行动。已经意识到前悟幻是故意的，现在议题已经改变了。原本伯劳想的是要不要杀掉他们，现在却因为不想听前悟幻的指挥，莫名其妙变成了和他们联手的条件。对决中让敌人自信自大也是一种技巧，所以他们把耳环给了伯劳。伯劳记得这是琥珀耳朵上戴的，发现还能听到声音，很是惊讶。伯劳离开后，前悟幻才松了一口气，众人都夸他简直是天才。这样一来，伯劳暂时成为了他们的伙伴。不过前悟幻累够呛，差点一口气没喘过来。之后小队也开始了收尾行动，他们给伯劳的武器也做了更新。千空在电话中委托伯劳要给宰相他们制造千空他们一行人很强的错觉，逼得对方不得不使用石化武器，这样他们才能从空中夺走那东西。而伯劳的任务就是在夜晚伪装成入侵者搞偷袭，而且他不能杀人，还得让他们回去传递消息。雨晶吐槽千空和潜悟幻一玩计谋就变得神采飞扬。果然守卫那家伙是个笨蛋，回去后就告诉宰相他们袭击者强得离谱，这也是潜悟幻给伯劳出的主意，专挑那种好面子的人揍。他们说了之后回去肯定不会说出真相，为了面子一定会夸大其词。而千空他们的计划也很简单，先制造一个黑袍人，吓得他们魂不守舍，然后千空一行人提前在空旷地布置好无人机陷阱，再派出一支队伍假扮黑袍人，让伯劳通知大家有人来袭击。于是雨雾放出石化道具，他们再通过无人机夺走即可。就在伯劳说要和雨雾一起行动时，旁边的宰相突然露出了怀疑的目光。千空的计划很好，但运气很差，此前所有的计划基本都没怎么顺利过。龙水也说出关键，决战现场伯劳肯定也会来，所以在他们用无人机抢到石化武器的瞬间，伯劳很有可能会将他们全部杀死，然后抢走武器。千空让他们放心，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制作对抗伯劳的武器，其中也会用到之前的轴承。老爷子和不了解现代武器的克罗姆他们很是不理解这个东西有什么用。然而龙水还有雨晶一群现代人看到熟悉的配件，心里都咯噔一下。制作最关键的地方需要千空亲自上手，毕竟步骤一旦出错，很有可能炸膛。3年前，千空为了击败第一个对手阿斯，带着2位好友前往温泉，在那里制造出了火药。3年过后，千空终于做出了这个大杀器，让现代不论男女老少都能成为食物链顶端的武器——手枪。雨晶说，道具并没有神和恶魔之分，主要还是取决于使用者。雨晶表示他不想扯什么大道理，但他想尽可能的避免伤亡。龙水说，不杀才不是什么大道理，仇恨是不可能凭空消失的，不杀人才可以避免仇恨的衍生。千空吐槽，这种武器根本杀不了人，最多打成重伤，可以当做麻醉枪用。众人疑惑为什么能当麻醉枪，千空表示到时候拿枪给伯劳来几下，完事抢到石化武器再给伯劳做手术，把它恢复就行了呗。雨晶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而能够管理武器的人只有一个，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小杨身上。这家伙在现代可是现役警察，但对于克罗姆而言，这家伙简直是人渣呀。潜悟幻和千空却让克罗姆放心，这家伙贼好忽悠。潜悟幻先是一句哇，新世界的治安官，随后莉莉丝秒懂暗示，凑上去疯狂示好。于是小杨一激动就掏枪给大家演示了一番，结果无事发生。不过旁边却掉下来一只蛇，众人以为小
小羊是在打蛇，殊不知这条蛇真的是意外，小羊瞄准的其实是瓶子来着。他决定好好练习一番，这个也不能怪小羊，毕竟这个手枪连膛线都没有，根本无法确定精准性。而他们想要引诱对方使用石化武器，就必须得有5个人以上。所以莉莉丝从村子里搞来了黑布，小川立刻赶制出了5个黑袍。莉莉丝发现现场制作武器的声音实在太大，为了不引起他人的怀疑，于是他悄悄溜回了村子，找到之前向自己求婚的3人，并表示自己想跟最强的一人私奔，还说会在下次庆典选择敲鼓声音最大的人。没想到3人还真的信了，他们敲鼓的声音掩盖了制作武器的声音。而小羊也在训练中逐渐掌握了枪的准度，虽说无人机是空中作战，但精度不准，所以只能勉强缠住石化武器，也就是说一旦缠住了，他们就得拔河比赛。所以千空立刻复活了金狼一行人，他一醒来就发现石像中并没有弟弟，所以很快意识到银狼可能出事了。从莉莉丝那里了解到了银狼的情况，他神色非常难看。万幸的是琥珀反应及时，银狼还有一线生机，所以金狼接下了前锋的任务，其他人则需要训练拔河比赛。为了防止绳子断开，千空还制造了特殊的绳索，也就是说浅雾幻他们得手搓绳子了。克罗姆看见陀螺便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稳定平衡，千空说他很聪明，不过成品已经做出来了，他早就在无人机中加了陀螺仪，所以这个版本的无人机相对初代非常稳定，而且增加了线绕可变电阻器，他们可以通过操控改变无人机左右方向，所以要操控无人机还得掌控风向。龙水还在疑惑要谁来操控，千空3人的目光落在了他身上，不出意外肯定就是龙水了。不过龙水也很聪明，一上手就掌握了技巧。龙水小时候就没少玩这种游戏，大家这才想起他是超能力者战士来着。而此时队内的马古马也盯上了小羊的手枪，现在一切装备已经聚齐，行动就在今天晚上开始。千空通过电话将情报传递给了戴着耳环的伯劳。当天晚上，千空一行人穿上黑袍来到附近，因为附近的海风可以遮挡无人机的声音。此时伯劳假装看到了有人来袭，提出要带雨雾还有其他队伍去抓人。他们开始行动，宰相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千空他们想获胜，就必须得逼敌人投掷石化武器，只要他们勾住那个武器，力量足就会立刻把石化武器拽回来。但同时他们也要小心伯劳抢夺物品，一旦他拿到那个东西就会大开杀戒，这相当于一次3方混战。他们这波算是在光明正大的钓鱼。阳光出来后，愣头青护卫错把金狼当作伯劳，一口气就冲了上来，其他人被千空他们用镜子折射阳光，根本就不敢上前。一旁的伯劳还给小川他们做了手势，于是3人立刻冲上前假装攻击伯劳。伯劳发挥出内马尔旋转技巧，主打的就是一个眼，故意装作对面很强，让雨雾使用石化武器。雨雾本来已经上当了，正打算投放出武器，此时伯劳已经做好杀人的准备了。而龙水在操控无人机起飞的瞬间突然意识到不对，同时千空也察觉到不妙，他们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着计划。宰相并不在现场，他手中拿着琥珀的耳环，让下属划船送他去了山洞。之所以认出这个耳环，而事情之所以露馅，是因为伯劳光明正大的戴着耳环，宰相在伯劳的石像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所以他把耳环戴到了耳朵上，正好听到千空宣布在悬崖边集合的消息。因为两边无法互相通话，这件事所有人都不知道。宰相在雨雾行动之前告诉他，伯劳很有可能跟入侵者串通了。此时千空看着抛物线的位置，脑子飞旋，立刻明白他投掷出来的是假货，转头就喊所有人撤退。大家已经习惯了千空的倒霉，并对此深信不疑，毫不犹豫拔腿就跑。为了表示自己不是叛徒，伯劳抄起武器就追了上去，而大家在逃跑的途中被拽上实验小车。小杨本打算趁这个机会放倒伯劳，没想到一摸口袋，枪不见了。西瓜发现浅雾幻和马古马竟然没上车，这才怀疑马古马可能抢了手枪，而浅雾幻可能发现了才跟着过去。此时拿到手枪的马古马非常开心，浅雾幻顶着头上的大包追人，并且发现队友们都在撤离了。他昨晚就看见这家伙拿手枪，马古马一直表示自己要直接宰了对面头目立功。然而爬到山顶，两人才发现他们之前开来的大船被开走了。早上那群家伙竟然把村民们全部赶上了船，千空他们通过望远镜也看到了这一幕，立刻反应过来。宰相那家伙决定一个个筛查村民，而在岛上的人直接被放弃了。他打算用石化光线把整个小岛的人石化了。雨金他们非常慌乱，觉得这一下无处可逃了。千空却说危机才是最好的机会，说不定还能趁这个机会把敌人的王国和武器全部抢过来。此时浅雾幻追着马古马跳到了岸边，这家伙隔着老远想弄死宰相，而千空告诉众人，既然宰相把所有人都叫上了船，难得大家这么集合，他们只需要把首领的石像亮出来即可。别忘了目前这些村落还处于
的笑容。而冰月也说自己加入哪边都无所谓，但现在他有了选择。另一边，妙手回春的小川大夫真的把首领拼出来了。众人本打算带着石像去见岛上其他人，此时雨雾也坐船来到了大船上。宰相觉得他来的刚好合适，冰月一跃而起，提醒一旁的星空往左边，两人配合竟意外默契。此时冰月已经和伯劳缠斗在一块，千空他们趁着机会往岸板上跑，腾出空间让两人战斗。而另一边，大树他们扛着石像往岸边跑，冰月摘下面具说他的同伴们做得不错，而两个人很快打成一团。千空一行人坐着小船直奔岸边，他压根儿就不是腾出空间争取时间，说冰月会帮忙拖延时间也只是谎话。冰月哪是那么好心的人，他的目标是回到岸上做出那个至关重要的东西，只要有那个东西，他们就有机会获胜。而此时伯劳正在认真对待冰月，没想到他直接一招制敌了。没办法，冰月是很强，但是他吃专武伤害啊。而此时宰相叫来了愣头青护卫，让他拿着石化武器到岛中央直接石化整个小岛。雨雾非常担心同伴的安危，宰相觉得那都无所谓。为了安抚雨雾，他说千空手上有解除石化的药，而留下雨雾是为了让他保护自己，并表示其他人死了都无所谓，甚至不在意岛上其他居民。这和雨雾的初衷完全违背。宰相却说他不遵守首领的命令吗？雨雾一向憧憬首领，当年首领手握石化武器，但从未大范围使用，并告诉那些害怕后山有怪物的孩子们，那所谓的怪物其实只是坏掉的稻草人。也说过这个世界不止人类存在，还有其他的动物生存。他也告诉孩子们绝不能大范围使用石化武器。所以雨雾开始怀疑宰相。正好这个时候，大树他们抱着首领的石像冲了过来，并大声说首领变成了石像。雨雾立刻对宰相发动攻击，结果这家伙却将他变成了石像。雨雾痛苦地坠落进海里。此时宰相还想着石化全岛，但他没想到手掌突然被子弹打穿。在海里的小羊露出笑容，现在的你有权保持沉默。他的手上还有一发子弹，而宰相因为吃痛，石化武器掉落，正好被小羊给接住。这个时候冰月爬起来再次和伯劳战斗，小羊拿到石化武器美杜莎，但根本不知道怎么使用，只能看着上方的两个人干架。伯劳还有空嘲讽冰月挺努力，可惜不行，说他一辈子都赢不了自己这个天才，靠锻炼才能得到虚假獠牙的人不算什么，不像他生下来就是最强的。此时冰月跳进水中躲避攻击，并且已经朝着岸边游了过去。伯劳以为冰月是胆怯逃跑，但冰月却知道千空他们跑路肯定是有目的的，不出意外就是在给他制造专武。冰月也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竟会如此信任千空。想到这里，冰月忍不住笑了起来。而千空靠着金狼的提醒找到了最符合尺寸的竹筒，临时调剂出了润滑，拜托马古马瞄准赶到现场的冰月枪杆。马古马一击命中，冰月专武 get， 笑死，人家冰月在等专武，伯劳在等什么？光追吗？伯劳从来没见过这种招数，这也正常，人类传承的武术精进哪是那么容易比下去的？更何况之前的冰月还没有润滑油帮助，都能打得科学王国措手不及，现在还有了千空的润滑助力，灌枪技巧变得更强了。伯劳说这是妖术的武器，但对于冰月而言，人类真正最强的武器是传承。经过日复一日的钻研，他的武术得到了传承，千空所学的科学也是如此积累。这种悠久的历史传承，又怎么会是一个天才能够击溃的？小羊在水中准备拿好这个美杜莎，没想到宰相已经疯了，竟然从高空中跳下来，对着那个美杜莎发出了指令。他沉入海中的瞬间，小羊就遭到了石化。宰相已经拿到了美杜莎，而且发现愣头青撞见他石化他人的样子，但他还是准备让这家伙把东西带到岛上，所以将美杜莎塞进嘴里，并闭嘴发声，说出了小岛的范围以及时间，并且一把拽住了旁边的愣头青。此时所有从船上逃下来的人纷纷往岛上跑，而这个时候雨晶灵敏的耳朵捕捉到了水下的声音，听到了米和秒数以及石化的声音，大概猜出了具体原因。这个时候西瓜也通过望远镜看到愣头青上岸，拔腿就跑。雨晶让大树赶紧把愣头青上岸并携带美杜莎的事情告诉众人。大树的声音传得很远，众人立刻开始行动，试图在他登顶之前阻止愣头青。然而这家伙横冲猛撞，大家都摁不住。此时克罗姆突然有了主意，因为上一次他什么忙都没帮上，但他却默默地看着一切发生，所以也了解到石化光线扩散是恒定的。他把这个关键告诉给了千空，并跟他们说自己有一个想法。而此时大树他们终于抓到了这家伙，结果却发现他手上根本就没有美杜莎，宰相竟然把美杜莎塞到了他肚子里，并骗他说跑到岛中央就不会被石化。宰相露出得意的笑容，雨晶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
成这样，绿色的光芒已经开始扩散。就在此时，龙水一行人也开始了最后的计划，留在最后的就是千空，已经想尽办法往前冲，尽可能的说出石化的方法和时间。他把使用美杜莎的办法说了出来，随后也遭到了石化。伯劳和冰月也看到了光线，冰月知道他们对科学王国和另一边都是威胁，很有可能再也无法解除石化了。伯劳表示，要是有机会解除，他想从冰月那里学习几百年的管枪。冰月没有拒绝，他欢迎所有认真求学的人。光线爆发，整个小岛都被石化。宰相以为自己获得了胜利，得意洋洋地登上小岛。他知道那些人还有石化复原的液体，只要他搞到这个液体，就能统治整个小岛。然而走到岛中央，却发现科学王国的众人排列成一排，而且石化的样子十分相似。他看到山顶索玉兹的脸，顿时想起了首领的孩子。当初他石化首领，这个孩子就在旁边。宰相记得，为了将百物语传承下去，每一代首领都会娶一名记忆力很好的妻子，所以生下的这个孩子估计记忆也非常好。他准备动手杀死索玉兹，被索玉兹的母亲发现后带着他逃跑，但同时他自己也身受重伤，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孩子长大。他嘲讽索玉兹花了20年时间回来，却再也没有机会夺取王位，然后用石头砸碎了愣头青，再次拿到石化武器。但宰相很快就发现了足迹，并且发现了耳机里面竟然还有声音，于是他顺着声音找到了实验小车，只听喇叭中出现了石化指令，他吓得手一抖，美杜莎脱手而出，但是并没有爆发出光芒。千空听到了语境的话，估摸着是语言出了一些问题，现在岛上就成了他们1对1的对决。宰相不敢置信，为什么千空没有被石化？本来千空也在纠结要用怎么样的方式破除石化，是把手指泡在石化液中等待光线吗？但是这个没做过实验，万一只是把手指腐蚀了呢？就在这个时候，克罗姆告诉他，石化的光线是恒定的，并且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所有人排成一排，在即将石化之前抬手示意，最后方的千空就能根据这个距离算出时间。所有人都十分信赖同伴，毫不犹豫地按照指挥举手示意，而千空在他们被石化的瞬间，根据距离算出了光线穿过的时间，朝着空中抛出了复活液。一旦有偏差，很有可能就无法复活。但是不好意思，曾经的3700年，千空就是靠计算时间度过的，没有人能在时间计算上比他精准，除非是机器。所以当石化液体抛上半空，千空几乎是一边被石化一边解除效果。同时他也确认了自己的想法，石化液体只作用于被石化后的效果，要是一开始就把手指泡在液体中，只会解除那一部分的石化。如果只有手泡在液体里，很有可能他已经死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同伴们的信任和消息传递。千空和所有人的识相击掌，他率先一步来到悬崖，试图拿出那个美杜莎，却发现自己根本打不碎石像。眼看后方有踪迹，他脱下鞋子，故意留下脚印，设置陷阱引诱宰相去实验车，并且背着电话布置了陷阱。宰相本来想试图拿走美杜莎，可他没想到，就在刚刚找过来的短短一段时间内，千空竟然搓出了自动驾驶功能。不是，大哥，你可能没吓到宰相，你把我吓死了，这也能 AI 驾驶？操，原来是把绳子绑在油门上，一踩绳子车就冲出去的自动啊！实验小车，好耶，我免费喽！千空赶紧跑过去拿起美杜莎，却发现宰相竟然没被车碾到，这家伙直接闪现到他身后，刺穿了他的胳膊。宰相也太谨慎了，甚至在胸口装了防刺贝壳，他还准备跟千空打对战赛。结果千空趁他说话拔腿就跑，宰相以为他故意把自己引诱到充满树枝的树林，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没办法抛出美杜莎。千空抛出了2个瓶子攻击他，其中一个砸在树上是硫酸。宰相冷笑，步步紧逼，将千空赶到了开阔的悬崖边，下方就是海浪。他以为千空无路可逃，千空掏出话筒，本来打算忽悠他话筒能发出射线，不过宰相很聪明，并没有上当，因为能用的话千空早就用了。但此时他仿佛听到了奇怪的风声，宰相突然意识到不对，因为这个悬崖就是千空他们一开始准备去的地方。他刚才扔出来的2个瓶子，他似乎只看到了一个，另一个砸在了后方的龙水身上。千空将宰相的视线全部吸引，并没有发现龙水被复活液复活。龙水去拿无人机的时候，正好经过伯劳那边，看到了伯劳腰上挂着的耳环，通过耳环听到了千空小声的指挥，所以在这个时候操控无人机缠住了美杜莎。两方立刻开始拉扯，宰相的绳子先断开，不过他立刻掏出皮条勾住无人机，2个人的力气完全比不过他。不过千空他们知道拔河不止比赛，别忘了美杜莎还被设置了石化定时，所以千空读秒松开了绳子。但是没想到宰相竟然丢出帽子将美杜莎砸了回去，他说这就是大人的智慧，他才是最聪明的人。都说了半路开香槟死得惨，此时龙水猛地扑了过来，他变成石像将美杜莎抓住，因为这一扑千空避开了被石化的光线。宰相再一次拿到美杜莎，但是拿到的瞬间他惊恐地瞪大双眼，因为美杜莎上方挂着一个漂亮的耳环，他冷汗直流。千空露出微笑，你说的没错，聪明反被聪明误。
于是通过电话传递了英文指令，宰相被石化在原地。经过重重困难，整个岛上只剩下一个活人，千空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一切又回到了最开始，就像是他刚刚复苏那一会儿，他觉得天地之间太过安静，但此时电话却被唤醒，是驻守在食神村的村民们发来了电话。千空回过神，这一次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了。克罗姆复活，看到只有千空一个人，顿时明白他们赢了。千空点头，能够做到这一点，多亏了克罗姆的灵光一闪。两个科学王国的科研人员开始调配复活液，液体不够，无法复活所有队友。肚子饿了，就先把了解小岛的后勤莉莉丝叫醒；缺少力量，就把大树给叫醒；需要做饭，就把龙水的管家叫醒。千空发现那个电话已经坏得差不多了。琥珀的姐姐琉璃打来电话，说了2句不到，电话就宕机了。但克罗姆却觉得很奇怪，如果没什么大事，琉璃一般是不会打电话过来的，因为他们远在本土，就算担心也帮不上忙。莉莉丝觉得有瓜可吃，克罗姆如此了解和相信这个叫琉璃的女人，莫非他们是女友？没想到管家张口就是琉璃是千空的前妻。最震惊的竟然是大树，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什么时候又离婚了？千空表示秒结秒离，毕竟当时只是为了酒水比赛而已。如果通过大船，倒是有机会联络到本土，不过一上船就发现那里已经被毁了个遍。克罗姆非常生气，千空劝他生气也没用，没那个时间去搞那些。管家觉得要很久才能修好，率先去整理厨房了。千空决定先把老爷子叫醒，靠人海战术把船修好，然后返航前往本土。众人复苏后立刻开始工作，大树把沉到海底的队友给捞起来，顺便捞起了被石化的雨雾。千空毫不犹豫地给他解除了石化，在他看来，雨雾不过也只是被骗了，而且他复活雨雾是为了找到被丢弃的银狼和琥珀的石像。金狼非常担心治不好银狼，但千空却说石化很厉害，银狼复活后又恢复了朝气满满的。琥珀一把抱住千空，旁边的雨雾脸都红了。他一直以为那俩人是恋人关系来着，但莉莉丝却知道两人的拥抱未必有那方面的意思。谁说战友情就不能算是感情呢？之后众人围在一起喝酒庆祝。千空他们终于修好了船上的通讯器，并且打通了琉璃的电话，赶紧问他那边发生了什么。琉璃说他们收到了其他的信号，只听话筒内传来了第三方信号，不是之前的那个外哥了，张口竟然是人的声音，并且还念出了地球的直径，要让美杜莎石化整个地球。幸亏琥珀及时带着美杜莎跳开，这样一来，这个外哥的目的就很明确了，他就是想把整个地球石化。而雨晶却发现了关键点，这个声音分明是千空的声音。众人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千空的声音会出现在对面？消息传出去，众人议论纷纷，推测千空是不是还有双胞胎或者二重身。但不出意外，外哥肯定还会再接触他们。不过千空他们一点都不慌。之后信号再次传递过来，雨晶安静地听完了全程。作为前声纳员，雨晶的耳朵非常灵敏，发现这个声音和上次一模一样。不出意外，应该是合成语音，只是这个合成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没人知道。他们只知道对方不太友好，也不明白为何要模仿千空的声音。但此时克罗姆却有了个想法，会不会是因为千空解决宰相的时候就是用的通讯方式呢？所以对方是在模仿千空。但说到底，为何美杜莎会在这个小岛上？千空琢磨，要是有人知道这个装置的历史，说不定还能调查出外哥的目的。此时索玉兹拿着美杜莎的构图，觉得有点眼熟。另一边，琥珀和雨雾开始对战训练，这两个女生的战斗力都相当之强。银狼被吓得半死，拔腿就跑。而索玉兹想起之前捞队友在海里捞出来的一个海藻头，这人断裂的手臂上就有一个类似的花纹。众人赶紧将手臂拼上，看来这个手臂还没有断多久，补上之后真的能够复活。出来的竟然是个帅哥，而且难得是表面风华，看来之前已经被封印很久了。千空检查了一下薄后，猜测估计是几百年前的居民。对方似乎也知道奇怪的绿光，他对千空表示了感谢，但关于美杜莎的事情他并不是很清楚。此时逃跑的银狼刚好经过他们这边，男人看到银狼突然带上滤镜，幻视了昔日的主上。银狼和此人的主上长得一模一样，只见他抄起木棍就放倒了雨雾和琥珀，冲过去一把抱住了银狼，并立刻请罪，表示没保护好他。天空说他应该是弄错人了，银狼是个相当无耻的小人渣哦。气得银狼大骂才没有。从男人那里听说了他前主人的事情，银狼满头大汗，又不想错过这么一个小弟，于是谎称是他前主人的远方亲戚或者转世，忽悠这家伙成为自己的小弟。被众人吐槽，这家伙人渣本质尽显啊。而这个人叫松风，被银狼一通忽悠之后，决定说出他们当年的经历。原本这座小岛上非常的繁荣安宁，直到某天突然从天上降落了奇怪的东西，美杜莎泛着绿光从天而降，大量石化装置如同噩梦一样出现。众人一听，这才知道石化装置是从天上落下的。科学小组听到这里就立刻开始行动了。回忆杀对他们来说不重要，找到石化装置才是最重要的。他们从实验小车中翻出了天线锅，通过这个东西调查出声音的来源，怀疑
对方可能身处大气层之上，甚至更远。千空和宇京调查了一整天，最终判定外哥应该是在月球表面，因为声音的来源和月球轨道同步了。原始小队纷纷表示这样就无能为力了，但龙水知道放任不管早晚会被消灭。千空露出笑容，一旁的潜雾幻突然有一种不妙的预感。没错，千空张口就说他们要上月球，终于进化到手搓火箭了。尼奇知道这和造船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但琥珀无条件支持，知道敌人身在何处，就不能听天由命，坐等灭亡。他们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征服天空和宇宙。而登月计划所需要的东西很重要，首先他们得把小岛上其他被石化的人复活。松风看到复活液这么简单就把石像变回人类，感慨十分厉害。银狼露出得意的表情。松风觉得如果当初也有这样的复活液，就不会有危险了。克罗姆他们好奇美杜莎还有多余的装置吗？松风摇头，当初主人命令他们收集起来全部毁掉，只有这一个还单独保存着。千空他们还在复活大业。索玉兹看着自己的父亲十分难过，没想到被复活的其他士兵在雨雾的带领下找到索玉兹，并庆幸他还活着，决定效忠于他。而千空他们在启程之前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个岛上的居民变成他们的同盟。毕竟要制造火箭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这些人可都是人力资源呢，他们需要很多同伴才能进行下一步计划，所以这就必须要劝服岛上的其他人，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愿意合作。一旁的索玉兹听到了，犹豫了一下，主动站了出来。他表示自己会尝试说服岛上其他人，毕竟他的父亲当初带领这个小岛发展，如今他也要成为像父亲那样努力的人。于是千空把需要制造的零件图纸给了他，索玉兹便主动找到村子里的人，委托他们帮忙。他本来就是前首领的儿子，再加上记忆力超绝，大家都愿意相信他，所以木质的风力发电机出场了。看着这一幕的克罗姆露出笑容，同时又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悄悄溜到实验车那边，找到一直没出来的千空，发现千空做实验都把自己做干瘪了，喝水之后才恢复过来。原来他一直在实验车里搓干燥剂，也难怪刚才差点被脱水。他脚下铺的是干燥剂，但旁边放的却是火药、盐还有铁。这是当初克罗姆给第一次见面的千空表演的焰色反应，只是那个时候他以为这是妖术，只是现在克罗姆不明白他做这个干嘛。千空说是给岛上努力的居民一些小小的奖励。门外的潜雾幻听了全程，明白了他的想法，笑眯眯的打算去活跃气氛，结果发现管家已经在筹备宴会的物资了。而村子里众人建造的高塔竖起了通信台，成功帮村里也通上了电话。看着大家其乐融融，索玉兹露出欣慰的笑容。晚上村子里开了一条庆祝的美食街道，大家尝到了现代美食的滋味，更是兴奋。千空回来就发现不对劲，怎么这么多人？潜雾幻笑眯眯地说他们已经完成准备了。千空就知道他又偷听了自己的谈话。索玉兹问千空自己可不可以留在小岛上帮助小岛发展，千空怎么可能会拒绝？他尊重索玉兹的选择。索玉兹让他们放心启程，复活液的制作方法他也记住了，不要小看超议政啊，虽然可能会花一些时间，但他一定会让小岛上的大家复活，做到首领的全部责任。莉莉丝表示他会辅佐索玉兹。索玉兹说千空他们现在的任务是调查外，想拜托战斗力更强的雨雾和千空他们一起行动。雨雾接下了这一项任务，而同时银狼也忽悠松风跟他一起离开。松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其实银狼和索玉兹做的事情差不多，但银狼就是做起来非常猥琐啊。千空他们把岛上通起来的电灯关掉，克罗姆和老爷子联手放了烟花，土生土长的原始人都看呆了，而现代复活的小川他们露出怀念的目光。没想到3700年过去，他们还能看到烟花。姐姐，炸药都看了，烟花算什么呀？钱无幻说，这或许是留给索玉兹的慰藉，毕竟这一场战役中只有他失去了父亲。此时千空也想起自己和养父一起去庙会的时候，他小时候就非常聪明，但养父却教会他去欣赏和感受美，所以他才懂得索玉兹的痛。之后千空看着那颗养父一行宇航员留下的航天器，没想到他们降落的地方就是这个小岛，可现在那些人早已腐朽，只剩下石块。琥珀说他们终将会消失，但他们的知识和想法会永远传递下去，所以他们要超越那批宇航员，登上月球。之后索玉兹送千空他们离开小岛返回本土。千空说他们已经拿到了铂金，接下来要不断做复活液，在全世界寻找人和物资。估摸着何在只有3人，千空说会抽取一个驾驶员以及一个在制造结束后最聪明的科学家，大家估摸着那人应该就是千空的。另外就是到月球上能够行动的人，雨晶可不希望到了月球还需要战斗，也不知道那个罪魁祸首究竟是怎样的存在。马古马还在疑惑，要选最强的人需要对战吗？千空说最强之人早已出现了，他们返回基地就是为了去复活那个阿斯。千空他们回归，众人十分开心，也发现他们身上没有裂缝了，估摸着猜出他们拿到了石化
装置和复活液。阿斯的妹妹一下就流了眼泪，因为这样一来，他哥哥就有救了。千空带着美杜莎返回基地，但龙水却说出了关键：千空当初没有完全石化，所以额头上的疤痕并没有消失，而他手上的伤也没有恢复。之所以没有使用石化装置治疗自己，是因为他担忧美杜莎的电量。虽然还没有做过拆解，但他知道这玩意儿肯定是需要能源的，任何能量都不可能无中生有。首先，宰相用了一个全岛大范围的石化，而他和宰相最后对决的时候，虽然喊了5米的范围，但光线半径顶多只有1米多一点。雨雾说以前距离从来没有过偏差，他想起前首领说的不能大范围使用，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没有能量了。千空他们把装置塞到放在冰箱里冷冻的阿斯手里，妹妹看起来非常紧张，她也很担心没能量。众人按着她的手，表示心理安慰也好，只要光线能有一点都能救回阿斯。所有人一同开口，美杜莎的能量甚至无法穿透阿斯的手掌，在他手掌覆盖的胸口伤口之上完成了石化。千空立刻掏出复活液解除石化效果，阿斯从冰冻效果中苏醒，妹妹泪流满面。T0强者终于回归。记者本来不想上前打扰亲人相聚，被琉璃强行给推了过去，顿时感动得哇哇大哭。而阿斯一醒来就直接问千空现状如何。雨晶他们感慨，这人还是那么冷静啊，看来什么事都不会让他失去理智呢。没想到千空张口就是要攻打月球哦，一向冷静的阿斯差点裂开，他都有些担心自己是不是睡了10几年，毕竟现在人听到要去月球都会有这种想法吧。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了，去月球需要单体战斗力强的战士，所以自己才能够复活。千空难得傲娇，表示不然谁想看到他那张臭脸？大哥，我想看，这张脸也太好看了吧。一旁的银狼阴阳怪气，是谁着急冰冻会导致身体腐烂，匆忙回来复活队友？这2个人也太容易害羞了吧。被琥珀他们吐槽银狼太不识趣了。银狼表示，要是真的要选强者，他的下属松风也可以啊，但松风却能看出来阿斯很强，所以他提出和阿斯来一场对战。阿斯被复原后身体达到完美状态，并直接把松风给秒了，松风当即就被他征服了，银狼再也飘不动。但阿斯却看得出来松风很强，如果再经过现代武学的磨练，或许会很厉害。小杨表示阿斯很强，不过他要是再对千空下手，自己这个警察会用枪阻止他。被尼奇吐槽，你的手在抖哦。阿斯告诉众人，松风非常厉害，自己曾对科学王国造成不少伤害，不能恬不知耻加入其中，毕竟他确实破坏过石像。被千空立刻打断，工具人还想跑？那些石像都被小川给修好了，那些问题先放到之后再说，现在要处理月亮上的那家伙，不然人类早晚要被杀光。此时西瓜提出疑问，现在美杜莎没电了，唯一没有被石化过的就是千空，他头上的疤岂不是一直不会消失了？千空并不在意这件事，众人也表示，只要解开绿光的困惑，千空或许还能得到医疗的机会。没想到钱无患先给自己画上了裂纹，他表示等大家卸下这个妆容的时候，就代表战胜了外格了。于是众人纷纷在自己身上重新画上了纹路。钱无患把颜料递给阿斯，还在旁边暗戳戳的说，难道你是不想在自己漂亮的肌肤上乱涂乱画？他这一开口，大家就知道阿斯没办法拒绝了。钱无患这一招缓解了刚才尴尬的气氛，阿斯也因此加入了组织。千空集合众人，宣布准备制造火箭登空，还要搞到登陆火箭，就必须走遍世界收集材料。克罗姆高兴地表示自己要成为第1探险王，大家兴致勃勃地开始工作。而阿斯则和钱无患交流了一番，他说当初发现钱无患背叛自己后，他曾经想过自己犯过最大的错误就是复活了钱无患，但是现在他很庆幸有钱无患在。钱无患表示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做不到，管家点头，将大家的力量团结起来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已经开始筹备物资，准备启程。银狼不懂为何这么着急，记者却估摸着应该是要入冬了，所以要提前启程。而千空给老爷子还有小川留下了几张图纸，准备拜托他们随便做一下模型，但对于手艺人来说，随便简直是侮辱了他们的努力，所以准备精心制作，让千空见识见识手艺人的力量。所以直接搓出来一个巨大的帐篷，这是他们即将制造的飞船材料的路径图。千空看到巨大的地球仪都无语了，不是说让你们随便做一下吗？现在这些船只和人手根本就不够，复活液倒是可以源源不断的制作，他们要去各个城市搜集当地的资源，只要搞到这些东西，飞出地球也不再是梦想。但雨晶却担心，要搞这些资源，就要在世界各地复活很多人，但这样就超过钱无患之前说过的邓巴数，超过150人就很难管理。复活的人中也不排除会有坏人，在建立社会规则之前是非常危险的。没想到这个时候阿斯站了出来，他安慰众人不用担心，不会出现坏人闹事扰乱秩序的情况。有人欲言又止，对上阿斯无敌的表情，顿时就明白了些什么。记者表示，阿斯在海外也挺有名，就算那些人没听说过他，过2招也能见识到日本高中生的恐怖之处，任何邪恶终将绳之以法。千空决定第1个目标前往美洲，龙水非常高兴，还说第1个发现大陆的会有龙币奖励。阿斯的目光一下就犀利起来，他之前和千空起矛盾，就是
不喜欢旧世界的既得利益者，而阿斯刚好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记者赶紧把他拽出去提醒这件事，但经过相处，记者也知道龙水的性格并不像传闻中那么糟糕。龙水表示，别人讨厌他没关系，他要天底下所有的人，不论男女老少，我爹都是我爹，所以阿斯也是他的目标之一。但记者却说，不是所有人都会被钱收买的。龙水早就知道这一点，钱只不过是文明创造出来的便利工具，金钱不是来控制人的，而是来统一意志的。这可以促使大家齐心协力，这才是人类成为最强的理由。此时，下方的阿斯露出了笑容，他在龙水身上看到了不存在其他既得利益者身上看到的光辉。龙水想要的是统合人心，齐心协力登上月球。千空说要去唤醒全球人类，首先就是酒精的储存量，所以要搞定酒精，第一个目标就是玉米城市美洲。也难怪要在入冬之前出发，因为现在赶过去，说不定能正好遇上玉米的丰收季。美洲这种玉米高产的令人发指，有了它，复活70亿人类就有希望了。这让钱焕想起之前他们用唱片忽悠大家美国复苏了，没想到如今他们能亲手去建造复苏美洲。远在美国的男童族缓缓打出一个问号。在筹备好物资之后，千空他们踏上了前往美洲的道路。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白爆肝队1号机，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